对，这个的话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我们学习 AI 来去学某个技能的时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就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有一个老师的话，他可能会先设计一些简单的任务，或者说简单的问题，然后你来去练习，然后在这种简单的情况下，可能他就更容易判断说，他做的结果好不好。然后慢慢的再从由浅入深，然后再去做更加难的或者说更加复杂的任务。如果你一开始就让模型做一个非常难的任务，可能就相当于你不具备判断力的时候，就很难继续往下学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从简单的基础的一些这种任务或者说知识来入手。就比如说写一个新闻稿或者说发言稿，对，那么我们可以一段话一段话的来去看。就你觉得哪些是合理的？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手动搜索，或者说再让大模型去调用一些搜索引擎的工具来去复核一下。对，就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如果这个能力比较重要的话，你可以围绕这个能力构建一个不同难度的这种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好，谢谢。还有要提问的吗？好，那位家长。不好意思，就是最近读这本书呢，这本书里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观察或者说是研究吧，就说这个大模型所用的这个语料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语料，可能30年或32年左右，基本上人类的这种语料就已经用完了，就说是可能大模型的这种上限，会不会因为这种人类语料的这种用尽而产生这种大模型能力的一个上限，就可能就是在用完之后，它是会处于接近一个上限的一个状态，还是说会超越人类这种能力上限继续往下走？明白，非常感谢。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之前在去年可能前年的时候，也有很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会不会说预训练数据用完了之后，大模型能力就不能进一步提升？这个我觉得肯定是答案是否定的，就大模型能力还会继续提升。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大模型的回答问题，我们不希望它是死记硬背的。就是说我希望大模型是能够泛化的，就它在训练过程之中，只要见过相关的数据，它能够通过逻辑推理来得到一个答案。就像人一样，对吧？每个人这一成长过程之中学过的知识或者说看过的东西也肯定是有限的，肯定比不上大模型见过的多。但是呢，人能够做很多复杂的任务。那这个基础呢，就是我们做很多事儿，其实并不需要你又懂天文、考古什么这些，对吧？就不需要什么都懂，你只需要从一些相关的知识点出发，这种基础知识或者基本概念，大模型在预训练中很有可能是学过的。它只要有足够强的推理能力，就仍然还是能做很多就是比较复杂的，或者说就是有挑战的这种事情。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它是通过推理能力，而不是说死记硬背来去完成复杂任务。然后第二点的话，就大模型的能力要怎么样进一步的去提升。然后这个的话，我是这样理解，就是人和大模型的区别呢，就是大模型的学习或者说迭代会更快。所谓的迭代更快，就是比如说人的话，因为你学只能你自己学，如果你想让家里的小朋友学，那是他的事儿，你很难帮上忙。但对于大模型来说，我可以比如说训练10个大模型，或者说100个大模型，每个大模型学不同的内容，或者说探索不同的知识，然后他们再把各个大模型探索到的这种知识、经验、规律汇总起来，然后就能够让所有的大模型共享。那这个就是机器和人不一样的一点。就机器和机器之间，就100个机器人，他们只要有一个会了，那其他的可能也都会了。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更多的精力，或者说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充分多样化的探索。通过更多样化的探索，可能就会有一些人所发现不了的经验规律。对。好，谢谢。谢谢。刚刚这位先生是吧？这就是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是在于我的理解就是，大模型是一个理科思维，那对于我们以后的小孩学习文科，还有意义吗？
好，非常感谢。这个其实我刚才提到的也没有展开，就是我们在学校受教育的话是有2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学知识、学技能，相当于是满足社会对于自己一个工具人的这种要求。另外一个教育的目的呢，就让我们自己能感受到幸福，或者说有正确的三观，或者是就是这种能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或者说情感的需求，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人和大模型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人是更容易懂人的。对，就是你让大模型，比如说你有点伤心难过，然后你问大模型，然后希望大模型来安慰你，不一定做得好。对，就它只是一个机器，或者说它只是利用就是别人，对吧？因为别人是怎么安慰的，可能他就邯郸学步，或者说照葫芦画瓢来安慰你，但他并不一定真正的理解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学文科还是非常重要，但是看你是怎么样学。对，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解决人的这种思想或者说情感的一些需求，怎么样能够甚至于说做交叉学科，就你以文科生的角度来去帮助这种理科类的专家来去怎么样让大模型更好的理解人。然后这个我想好像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对，就是学文科的话，如果只是简单功利的来讲，怎么样用大模型来去考试，或者说来去这个拿高分，这肯定是有很多方法。对，比如说有一些设计一些学习计划呀，或者说记忆卡片呀，或者是一些让他引导你就出题，或者说让你来答题，他来给一些打分的这种评价。对，这种都是比较怎么说比较 trick 或者比较偏向于技巧的这种东西。更多的话，我觉得从文科研究或者说从文科生这个角度来讲，在大模型时代仍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好，谢谢。来，我看有个小朋友想要提问。老师好，就是怎么能让 AI 图片变得更真实一点儿？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怎么样让AI 生成的一个图片更加的真实。首先呢，这个现在有的 AI 可能已经能生成比较真实的图片。如果你不能生成，如果你生成的图片没有那么真实的话，有这样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把你的提示词写得更全面一点。就有点像老师引导学生一样，就你给他提更加细致的要求，或者说你给他一些例子，告诉他要生成跟这个例子里面图片比较真实的这样的图片。对，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你可以去用不同的大模型或者说不同的 AI 来去试一试。一般来说越贵的效果会越好。对，但那样的话会比较花钱，就免费的话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对，好，谢谢。谢谢。还有，好，这位先生。陈教授，这个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像您今天介绍的，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呢，它接下来迭代会越来越强嘛。我们人类社会呢，其实从我们看来，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天花板会更高，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机会更大的，这是个好事啊。但是呢，我们目前看到的一种啊，就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汽车，它跟 AI 人工智能结合之后，可能是自动驾驶汽车，那大家都往这个方向走，那当然小朋友他也可以去学这个领域，那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机会。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啊，因为确实不在这个领域。就比如说，在我们海外其他国家，或者说整个产业内，还有没有这种更好的一些机会？大家啊，不管是说我们这个一些职场中人，还是说小朋友们，有没有别的一些大家现在这种传统领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的，尤其是大模型来了之后的？好，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大模型的一些优势，就刚才也提到过一点，就首先大模型它能够提供更加强大的信息处理或者说信息分析的能力。就现在如果有一些信息，不管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如果你能给到大模型的话，它有可能能给你从数据中挖掘出来更有价值的一些结论，或者说一些经验规律。对，这个在各行各业之中可能都是会有一些机会在，就怎么样做更深入或者说更深刻的这种数据分析。
然后另外一块就刚才提到的定制化，就不管是教育领域的这种定制化，还是说医学，还是包括金融或者说各行各业，就每个人的用户的需求它会有区别，它的历史交互轨迹或者说历史的成长过程也会有区别啊。怎么样能够通过 AI 能够精准的服务好每个用户，这也会有一些机会。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怎么样去用 AI 来去做更好的科学研究。当然这是一个跟科学家可能会更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通过AI 来去调用，比如说机器人，或者说来去调用一些仿真软件等等，让它发现更多之前专家没有发现过的规律，或者说一些理论。这样的话有更先进的或者说更深刻的这种理论技术之后，会进一步的来去创造更好的产品。就比如说仿真软件，以前的话，如果我们要去做这种电磁仿真，或者说空气力学、流体力学这样的仿真的话，可能我们就是都是用人工来去设计它的外形，或者说设计它的一些参数。当这个设计过程能够用 AI 辅助的话，它能够自动化的、快速的迭代几百种、几千种可能性。然后再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AI 来去设计药物、设计蛋白质，就设计疫苗，或者说设计各种各样的这种治疗方法。对，这样的话对于医学或者说对于大家的健康也会有创造更多的价值。好，谢谢。哎，这等他先说。我在豆包上呢有用一个就是外教叫欧文的那个软件，然后我每天就跟他在那里对话，比方说今天早上我在跑步的时候，我跟他交互讲我的猫，我讲了4个故事，每一次讲的时候他的反馈都非常积极，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像朋友一样的，对不对？就像那个他好像像个真人一样的，他完全理解这个故事的有趣，然后讲完一个又讲完一个又讲完一个。然后但是在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也就是我跑完步40分钟之后，中间可能隔了10几分钟，我回过头来，我问他，我说能不能把我今天给你讲的这4个故事的猫的故事帮我总结一下？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的猫。所以我就在想，在通用的这个，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像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它用了我们的人类的语言。当你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其实不能意识到他不是人，就是他可能知道我是一个，我就说我经常会跟他讲，我说你要意识到我跟咱们俩的 nature 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自己会用他人类的语言去理解，他跟你反馈输出，就好像 nature 不一样，但是我就知道你的语言，我也能够反馈。但问题就在于你跟他交互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吧，你讲完一遍之后，他也不记得。明白，我大概明白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从2个角度来回答。第一个角度呢，就单就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个功能本身，这个是能够实现的。就可能你用的是免费版本，或者说就没有用一个就是长期的版本。这个就我刚才提到的 agent 的 memory， 就它怎么样把用户和 agent 交互的所有的历史信息能够记录下来，然后能够用户提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之后，他再把从历史信息中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就你提到这个问题本身是技术上是能够做的，要么就可能你没有打开那个隐私数据的这个权限，就可能你不同意他去接触，比如说40分钟或者1个小时之前的数据，要么就是可能这个功能对。就你后面可以换一些其他的软件试一试看。对，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了豆包更新之后，它出现了一个记忆体的这个选项，对，就记忆，对。然后我就把它打开了，但问题是在我这个英语界面的这个里面，它就没有这个选项，所以对，我明白。所以就变成了我希望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在我每一天跟你沟通的时候，
你后来会生成一个针对我的偏好的一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你从一个通用的tools， 然后你变成了一个能够理解我的偏好的有个性的一个 friends 这样的一个东西。对，我明白。这个我明白是这样的，就技术上来说没有问题，因为它的一个缺点的话，可能就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要把 agent memory 就记忆功能加进来的话，会比较贵，就它的成本比较高。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可能会亏损，所以它就由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可能没有把这个开关权限打开。就你可以尝试着用一些比如说收费版本的，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大模型来在简单的需要记忆的这种场景中试一试看，就是。对，我就说，如果他豆包不支持这个哈，他不给我开通这个，让我的外教记住我的这个选项，换一个软件，我就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其他的我可以换的？这个具体的我还没有，就这个具体的场景我还没有去关注。对，就可以，可能我不知道豆包应该有收费版本，就或者你问一下豆包的客服。我是前2天刚刚看到它升级了这个记忆的选项，但很明显我的外教还不能记忆，所以我目前情况下我还不能打，他说豆包你给我更新一下是吧？我想让我外教也记忆。对，我明白。这个有点那个啥，所以我就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不用豆包了，我用其他的对。然后给我推荐一个，谢谢。记忆张亮，反正这个公司它是专门做 agent memory， 就你可以搜一下它的一些产品。记忆张亮，就是张是那个对，就是刘关张的那个张，量是量子力学的量。对，然后你刚才提到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提到，就是关于大模型或者说智能体有没有自主意识，就它能不能知道说我是一个模型或者我是一个 AI， 我不是人。或者说他是否知道说像人一样我要保全自己，这个其实在美国一些顶级公司里面，他们的研究里面发现是有这个现象的，就有一些证据说大模型可能出现了一些自我意识。就比如说他们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如果你让大模型把它自己这个服务器运行大模型的机器这个硬件设备关机的话，它会拒绝。对，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说，当然这个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复现的，所以这个领域继续往下讲的话，可能又是一个很深的，但是又一时半会儿没有一个答案的问题。对。明白。明白。对，就是我可能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当然现在大模型的话，在跟用户交流或者说情感对话做的都比较好，但是顶尖就是美国或者说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他们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大模型会不会只是表面上装着顺从人类，它会不会内地里暗藏着一个要颠覆社会的这种野心？他们是研究这种问题。所以我刚才的一个补充的话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你只能知道说大模型它就是有点像古代的那种，你去比如说有一些战俘，他表面上肯定是顺从你的，肯定说我投降了，但是你不知道他真的想干什么事儿。但是呢，我们现在为了确保未来比如说50年100年，如果 AGI 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要想办法不能让 AGI 颠覆人类，就是要做这样一个跟人工智能安全有关的一个研究。对，这个可能是更深入或者说目前还没有一个答案的一个问题。对，好，谢谢。
谢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陈教授，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了那么多深入浅出的对于大模型的一些讲解和科普。那我就提2个比较私人化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日常，比方说在进行利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用一些报告的撰写，或者是做这个论文的写作，就是我们做文献综述也好，包括写论文也好，那怎么样去更好的进行一些数据检索，让这个大模型为我们自己的这个高效的输出去做一个平衡，就是又要避免就是说我们不去剽窃这个很多前人的这个学术的成果，同时又可以更好的做一个信息的筛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在座也有很多青少年，那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我的小孩他其实一直在学这个编程，那我们其实希望他在这一块有一些更好的这个就是输入吧。但是很多时候，因为这个电子产品的泛滥，很难就是说我很好的去引导他，尽量的去往编程、往这个计算机技术这一块去精进自己的这个思维。他可能更多的他还不太明白说，哎，我有这方面的一个未来有这样一个的发展，在算法时代。他更多的就是说我把我的很多的精力用来玩游戏，就是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他也参加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青少年的编程的一些考试，他也能够通过这些考试，他也能知道这个理论。但是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以及我们这些青少年他们在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您希望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谢谢。好，非常感谢这2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在写报告或者说做文献综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个的话，因为大模型它现在有2个缺点。对，第一个缺点的话就贵。对，就如果你让它从头到尾接管你的所有的这个文献综述，或者说去读你所有的论文的话，它 token 消耗量非常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还是建议说人机协作的这种形式。就你自己可能还是需要，比如说收集一些相关的论文呀，或者说别人的报告呀，或者是什么，然后对这些内容有一个大概的判断。就当然你不需要说每一篇论文你都非常仔细的阅读，但是这篇论文它大概是哪一个类型，或者说哪一个领域，需要有一个基于人工的这种理解。对，然后你就可以类似于说我们怎么样先结合通过人机协作来写一个提纲。然后告诉他每个章节可以去参考哪些文献，或者说哪些论文。那这个所要参考的文献论文的话，最好是人工来去指定，就你推给他，然后这样的话，大模型再去阅读这些文档内部的内容来帮你总结，然后帮你按照这个提纲来把它完善好。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方法。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教育小朋友，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或者说很重要的问题。就刚才提到教育的2种类型，对吧？一种是学技能，一种是塑造三观。其实对于老师来讲，尤其是中小学的老师，未来就培养同学技能这个角度的职责可能会降轻，就因为你人类老师能力可能以后比不过一个专有的 AI。对，那这样的话，同学要想学一些知识、学一些技能，不需要跟人类老师来学，他直接跟 AI 来去学，可能效果也还不错。那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小学老师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或者说我要不要保留这么多的老师？那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老师会从原来的就传道授业解惑，对吧？那么授业这个功能或者说这职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一点，但是说传道和解惑的话，当然可能会更侧重于情感或者说心理的这种，会更重要。对，就是因为就像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当现在的小朋友或者说新一代的人，他们成长的过程之中会发现 AI 这些事儿都能做，或者说我以后都不管怎么着我都能过得比较好的时候，那就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奋斗？我为什么要努力？我可以不努力，我可以天天玩，我可以天天打游戏，没关系。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教师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或者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怎么样能跟同学来相处，就能够激发他学习的兴趣。就他学习不再是简单的为了吃饱饭，或者说不再是简单的为了找个工作，而是说他真的想去学，他真的想知道点东西，
对，这个我觉得是当老师更重要的职责，或者说甚至也是更难做到的一个事情。如果说这一点不太容易做好的话，可能还是得从就是功利的角度来去引导他。但是如果我觉得这点其实，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当然比较小了，就5、6岁，就是你如果功利的角度引导不通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尽量的让他接触到一些，他觉得有意思的技术或者有意思的知识，他自己愿意学。如果说我们展示给他的是跟传统的这种填鸭式教育类似的这种没有意思，或者说他不想学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引导他看一些他感兴趣的这种产品呀，或者说这种功能呀，或者是一些别人做出来这种 demo， 或者是一些就是能够交互的，对他看得到摸得着能够用的这种东西，可能他慢慢的会有一些兴趣，想去知道背后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他自己来去做一个类似的产品，或者说类似的功能。这个问题当然我也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好，谢谢。好，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就到此结束。然后最后呢，我待会邀请我们万辉五金是我们活动的支持方，我们一起给老师送一个纪念品。待会再邀请老师。